启示录15章，万民来敬拜的证据，帐幕圣殿。序言：启示录15章的题目是万国来敬拜的证据，帐幕圣殿。启示录15章成就之时得以创造的证据，帐幕圣殿，是借着与兽的组织征战得胜，并从那里出来的人而创造的神所应许的圣殿。这里有神的宝座临于其上，并有神同在，所以万国都来到这圣殿敬拜。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话语来了解神所应许的证据，帐幕圣殿是在何时如何被创造的。核心：启示录15章记载的是神的宝座将临于在启示录12章中与龙征战得胜的得胜者之上，以及万国都要来到证据帐幕圣殿向神敬拜之事。这证据帐幕圣殿是在事件的现场看见、听见的见证人聚集之处。正文一，首先是启示录15章1节，经上说，又看见天上有大而且奇的异象。这里的天指的是启示录13章与12章中的天上帐幕，又看见的异象指的是7位天使在启示录16章中倒下的7碗之灾，称这7碗之灾为又看见的另一个异象，是因为这与审判被盗选民的印之灾启示录6章与号角之灾启示录8至9章不同。7碗之灾不仅将神的大怒导向审判被盗的选民，同时也导向灭亡者们。将神的大怒导向被盗的选民和灭亡者们，则是因他们犯了罪。接着在启示录15章2节中说，有火掺杂的玻璃海，海是水，水中又怎能掺杂着火呢？显然这指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玻璃海指的是洗净我们心灵的神的话语，因为其中含有审判的话语，所以说有火掺杂。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指的则是启示录13章中兽的组织，就是侵入帐幕的灭亡者。那么胜了他们的人又是谁？他们是在启示录12章中与龙的组织征战得胜的得胜者们，他们站在神宝座前的玻璃海上，这是在告诉人们得胜者们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神宝座降临之处。接下来是启示录15章3节，得胜者们拿着神的琴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其中神的琴指的是神书及圣经，摩西的歌指的是旧约圣经的话语，羔羊的歌指的是新约圣经的话语。得胜者们能唱这歌，是因为有神的宝座在他们中间。在启示录10章中接过且吃尽展开之书卷的通达新旧约的立约的牧者也在他们里面。在启示录15章4到5节中说，万国来向神敬拜的证据帐幕圣殿开了。万国来到这里敬拜，是因为神与聚集在这里的得胜者们同在。那么证据帐幕圣殿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开的？是在启示录15章5节中的此后，就是在启示录13章12章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聚集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之后。证据帐幕圣殿就是通过这些得胜者们而得以创造，称这里为证据帐幕圣殿，是因为得胜者们是在启示录事件的现场亲眼看见被盗和灭亡之事的见证人，是能够见证启示录全卷事件的实体。证据帐幕圣殿是在先前的天帐幕不再有了之后，通过启示录12章的得胜者们所创造的新天帐幕，是见证新约启示录成就事件的圣殿。今日真正的信仰人务必要明白，证据帐幕圣殿就是2000年前耶稣在新约启示录中所应许的圣殿，是所有信仰人都要来聚集的救恩之处。下面是启示录15章6到7节，从证据帐幕圣殿中出来的7位天使接过盛满神大怒的7个金碗。盛神大怒的金碗指的是什么？能盛装大怒的器皿指的是人心。使徒行传9章15节，在心中盛满神震怒话语的7个金碗指的是在启示录12章中与龙的组织征战得胜的人，神以他们为盛大怒的碗，是因为他们在事件的现场看见听见成就之事，不仅认识被盗者与灭亡者，还与他们征战且得了胜。7位天使在启示录16章中向被盗者和灭亡者倒下这7碗来审判他们。最后在启示录15章8节中说，
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七晚的灾完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在审判结束之前，兽的所属无法进入证据帐幕圣殿，他们在听完承载七晚中的神震怒的话语后，才能从巴比伦兽的交团里出来，来到证据帐幕圣殿，参见启示录16章12节、启示录17章14节、启示录18章4节。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启示录15章的实状。证据帐幕圣殿是在启示录成就之时得以创造的神所应许的圣殿，其实体就是在1984年3月14日创建于大韩民国京畿道果川的新天地耶稣教证据帐幕圣殿。如今每年从世界各地来学习新约启示录成就的启示话语，且入教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在新天地敬拜神，就是在成就着万国来到证据帐幕圣殿敬拜这一话语。结论，今天的话语总结如下：启示录15章记载的是通过在启示录12章中与龙的组织征战得胜之人创造证据帐幕圣殿之事。得胜者们能够见证启示录全卷的事件，是因为他们在启示录成就的现场看见、听见了启示录的成就之事。在这圣殿里有神和耶稣同在，所以万国来到这里敬拜。证据帐幕圣殿是耶稣所应许的名称，是通过按照启示录的记载被收割、受印的12支派得以创造的。愿万国的信仰人都能够找到看见、听见启示录全卷成就之事的立约的牧者和证据帐幕圣殿，领受并相信启示话语的见证，得到救恩。启示录22章18到19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